你只是在日记上写下了一句我想赚100亿，低头却发现脚下多出了一本一模一样的日记本。可当你看到上面内容时，却懵逼了。只见上面写着：亲爱的爷爷，我在你的遗物之中找到了这个保存完好的笔记本，看到了你的想法，你真是个天才。现在的科技已经可以把一些物品传送到过去，但是这个技术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特别贵。为了改变我们家一贫如洗的境地，我决定花费自己所有的积蓄，向过去的你传送一个答案日记本。答案笔记本与你留下的问题笔记本相同，都是一共有100页，每页都对应着你笔记本相应的页数，解答问题笔记本上面对应的问题。现在你看的这一页就是回答的问题日记本第1页的问题：哪里去获得第1桶金？历史上，在你写下这一页的3天之后，世界的北方将会爆发一场局部冲突，冲突的地点正好是生产石油的核心区域，所以国际油价会立刻飙升，从今天的30美元一桶飙升到21天之后的150美元一桶。具体怎么挣钱，不用我再教你了吧？最后一点，切记不要乱翻这个笔记本后面的内容，一定要在你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问题，才能翻看答案笔记本对应的页数，否则若是提前翻看后面的内容，会导致后面的笔记本全部为空白，再也得不到任何答案。切记切记！瞠目结舌地看着面前的2个日记本，惊讶的难以复加，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居然真的有子孙回应自己的要求，从未来给自己寄了一个日记本，这也太离谱了吧！你拿出手机，飞快地浏览了一下国际新闻，世界一片平和，根本没有半点即将开始战争的味道。国际原油价格倒是与日记本里说的一致，为30美元一桶。如果按照日记本里面所说，21天的时间涨到150美元一桶，足足翻了5倍，简直难以置信。可是眼前实实在在存在的笔记本，却又时时刻刻提醒着齐光，这是真的，这不是梦，把自己全部身家投入国际原油期货市场拼一把。可若是日记本上面的信息不准，那就血本无归了。最终摇摆不定的你决定再试探一番，看看从未来回来的答案日记本里面的内容到底准不准。翻开问题日记本的第2页，齐光提笔写下：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写出一些尚未发生的新闻，证明给我看。写完这些，你深吸一口气，拿起答案日记本向后翻了一页。第2页，好吧，我就查看一下历史上的新闻，向你证实一下。下午3、29，在本子北海道地区的海域会发生5.9级地震。看完日记本上的内容，你拿出手机，现在的时间正好是下午3点钟，搜索了一下新闻，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忐忑地等待了半个小时。在你不断的刷新之下，华夏地震网的账号发布了一条最新消息，据测定今天下午3、29，在本自北海道地区的海域经度142、20，纬度45、80的区域发生了5.9级地震。你狠狠地挥了挥手臂，地震真的发生了，地点与时间都分毫不差。地震这样的信息，以现在的科学技术是不可能提前这么长的时间预测。看来答案日记本真的是自己的子孙从未来寄回来，并且历史并没有因为这个日记本发生任何的变化，仍旧是按部就班的进行着。这对你来说是最好的消息，历史没有变动，就意味着日记本里面关于未来的信息是准确的。3天之后，北方真的会爆发战争，而国际原油的期货价格也会从30美元飙升到150美元。接下来就是筹划如何操作，21天的时间，本金足足可以翻5倍，若是加杠杆，那收益更是没有上限。只不过这一切的操作都要以一定的本金作为基础。幸运的是，你大学毕业3年，虽然自己没挣到什么钱，但是家境还不差，父母在齐光所在的荣城给你买了一套房以及一辆代步车。既然有了未卜先知的信息，为了收益最大化，你自然是要将全部身家投入进去。至于向家里要钱进行这一次的投资，你并没有考虑来自未来日记本的事，你没有打算对任何人透露。若是贸然向家人要钱进行国际期货投资，恐怕会被家人怀疑自己遭遇了电信诈骗，不仅从家里要不到钱，反而就连现在的车跟房这些资产都被严加看管起来。若是错过投资的机遇，那么日记本上面的信息就被白白浪费了。下一次获取第1桶金的机会，不知道又要等到什么时候。下定了决心的你立刻行动，联系银行，想要将你的房子和车立刻抵押出去。一阵联系之后，你得到的结果却并不能让你感到满意。按照市价，你的房子和车价值大概450万人民币，结果银行考虑到你偿还能力不强，以这些资产为抵押，最多给你300万贷款，并且还需要至少1周的时间进行审核。对于你来说，现在的时间就是金钱，贷款这条路显然走不通了。那么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把房子和车一起卖掉。金钱的力量是伟大的，中介的效率是迅速的。是第2天，你的房子和汽车就已经分别谈好了，买家总共价值450万的资产卖了，400万的现金立刻到账。因为你急用钱，卖的价格偏低，不过你并不心疼，因为他知道自己这400万只是一个小小的杠杆，给你一个支点就可以撬动整个地球，创造奇迹。正当你与买家签订协议之时，你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电话接通，女友晨曦撒娇的声音在对面响起：宝贝，干嘛呢？你将手机夹在下巴上，一边签订卖房合同，一边说到现在有点事。怎么了宝贝？你说电话。对面的晨曦显然也并不关心你正在做什么，继续撒娇说道：宝贝，我今天在商场看上了一个古奇的包包，很便宜，才2万多，我想要作为你的女友。晨曦知道你家境不错，平时你也经常买一些奢侈品送给她做礼物，所以此时发动甜蜜攻势。你此时卖掉房子和车子筹集资金，就是为了在期货市场上大展身手，做准备好，刚要用在刀刃上，现在花掉2万5 21天之后你的收益可能就要省上百万。所以你没有答应女友，而是说到：宝贝，我现在正在做一个项目，手头没什么资金，等过几天资金回笼了我再给你买最贵的好不好？哪知道听到你拒绝，晨曦直接变了脸色，不高兴的说道：不毛我就要，立刻就要。孙雅的男朋友已经给她买了一个，我要是没有就被他比下去。你叹了口气，耐着性子安慰说道：宝贝乖，我现在手上真的没有余钱，等我的资金回笼了，立刻就给你买，好不好？不好，你明明有钱却不给我买，小气鬼不理你。说完，晨曦直接气鼓鼓的挂断了电话，没有给你再解释的机会。你尴尬的摇了摇头，心中也有几分不耐。作为女朋友，晨曦是合格的，肤白貌美大长腿，两人同在一所大学就读之时，他就不乏络绎不绝的追求者。最终你还是靠着帅气的外表以及厚实的家底，赢得了女神的芳心。两人恋爱的关系持续了3、4年，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股。然而晨曦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太过虚荣，喜欢攀比，对各种各样的奢侈品极其痴迷，隔三差五就要你送他名贵的礼物。若非你家境不错，还真的支撑不住。哎，不管了，等我把这一波石油期货的行情做完，他想要什么样的包，我都买给他。低声嘀咕了几句，你也终于将合同签订完毕。没过多久，手机一声提示音，短信显示卖房卖车的400万现金已经到账。这些钱虽然已经不少了，但是这次机会难得，还是要准备更充足一些才好。对了，王通借我的那些钱，先向他要回来。以后他若是再周转不开，我再借给他。忽然想到了王通，你眼前一亮，掏出手机就给他发送了视频通话。王通是你的发小，两人是初中高中的同学，只不过王通学习成绩比较差，没能考上大学，便早早的进入了社会。与你比起来，王通的家庭条件要差了许多，所以两人一起出去聚餐泡吧的时候，一般都是你结账。有时王通的手头比较紧，资金周转不开，你也会将自己的钱借给他。虽然每次都不多，只是3、5千的样子，但是前前后后加起来也有10来万了。很快视频通话接通，王通的脸庞在那边露了出来，十分热情的说道：“光哥，找我啥事？是今天晚上想请我喝酒吗？”你笑了笑，说道：“今天有点事，喝酒的话改天吧。给你打电话是想问问你借我的那些钱能不能先还给我。”王通一愣，脸上浮现出明显不悦的神色，语气也生硬了许多，说道：“还钱为啥？”这简单直白的话语差点把你气笑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借了我的钱，我向你讨债有什么问题吗？看你那不高兴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欠了你的钱。你心中虽然有些不悦，但是良好的家教并没有让你当场翻脸，并且两人多年以来的感情还是让你有些拉不下脸，只能耐着性子继续说道：“哥们，我最近做了一个项目，急需资金。我刚刚看了一下消息记录，就这1年多的时间，你已经向我借了10万多。这样那些零头我就不要，你先把10万还给我，这样行吗？你所说的零头其实也不少了，加起来也有万把块钱。你觉得自己这样做已经仁至义尽，却没想到王通打脸一把，生硬说道：“光哥，你这样就没意思。你家里那么有钱，有了事不向家里要，反而向我这个穷光蛋要，多少有点不地道。我不地道。”你气急反笑，心中觉得荒谬无比，语气也冷了下来，说道：“我家里的生意也出现了困难，没有办法支援我。你看，为了筹钱，我把自己的房子和车子都卖了。”说完，你挪开了自己的手机，将摄像头对准了身后的房屋。在那里，保洁公司与搬家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碌，一看便知这座房子就要换主人了。看到这一幕，王通的声音顿时高了，几度惊讶，说道：“你连自己的房子都卖了，还有你把车也卖了，那以后我开什么出去泡妞？”似乎是也感觉到自己说的话实在是太离谱。王通顿了顿，脸上现出几分难言的幸灾乐祸的神情，说道：“齐光，你是不是破产了？你不置可否。”只是看着手机屏幕之中的王通，说道：“你也看到，我现在急需用钱，能不能现在把那10万块还给我？”没想到王通的态度变得更加坚决，极不耐烦的说道：“齐光，你既然把房子都卖了，想必是已经破产了。我这10万块对你来说也是杯水车薪，与其把钱给你，让你白白浪费，还不如支援我这个穷人。毕竟这么多年来，我们也是兄弟一场。好了，不要再说了，这10万块我是肯定不会还给你的。”再见。说完，咚的一声，王通干脆利落挂断了两人之间的视频通话，留下在原地傻眼的你。一个人竟然能无耻到这种地步，借钱的成了大爷，债主反而成了孙子，这是什么事啊？此时此刻，你已经不再觉得生气，反而觉得荒谬与魔幻。你没想到，在王通的心中，两人这么多年以来的感情，竟然都敌不过这10万块。王通的心思你也能猜的，大概你既然已经破产，那么以后必然不会再出钱带他吃吃喝喝，去酒吧泡妹，再向你借钱，身无分文的你肯定也不会再借给他。这样的话，对于王通来说，你算是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价值。如此干脆利落的回绝你，甚至不惜撕破脸，也就可以理解。毕竟在这个社会，想要回借给别人的钱实在是太难了，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欠钱不还的老赖？更何况你借给王通的钱几乎都是转账，根本就没有欠条。只不过王通没有想到，你并非破产，是想要筹集尽可能多的资金，赚取最大的利益。1个月之后，当你石油期货这一波行情收割，真不知道王通会有什么样的表情。你打算到时候无论花费多么大的代价，也要请最好的律师去法院起诉，把王通向他借的10万块钱要回来，以德报怨，可以报德，以德报德，以智报怨。借给王通的钱暂时是要不回来。你手指在手机屏幕之上滑动，随即停在了另外一个好友的头像之上。梁涛与王通类似，梁涛也是你多年的好友，虽然不如王通那般向你借款超过10万之多，但前前后后加起来也从你这里借走了1万多。你打算先把借给梁涛的这1万多要回来，毕竟距离石油价格涨到顶点还有1个月的时间，你也需要身上留一些钱，保证自己基本的生活保障。但你没想到的是，电话刚刚接通，梁涛竟然反客为主。齐光，听说你破产了，你心中连呼好家伙，自己破产这件事全都是王通的预测，而仅仅是几分钟的时间，梁涛就已经知道，显然是王通这家伙正卖力向着周围熟识的人传播这个消息。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你无奈说道：“是王通跟你说的吧？没有的事，不扯淡了。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要问问你，能不能把前一阵子你借我的1万多块钱还给我，我有事要急用。”电话对面的梁涛一副果然如此的口气，说道：“光哥，我这个月的花呗还没还清呢，刚刚就想给你打电话，让你支援支援。你看这是闹的。”你心中一沉，知道梁涛认定了自己已经破产，打算把这1万块卖掉，没有多费口舌，干脆利落的挂掉了电话。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你在心中气愤的想到，今后我要是再借给别人钱，就是狗等着吧。我暂时没有精力跟你们计较，等我把石油期货操作完，一定让你们把借我的钱一分不少的给我还回来，连本带利。知道再给别人打电话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你干脆放弃了继续收集本金，而是以手里现有的钱为基础，开始操作石油期货，打开国外理财产品，进入石油期货的买卖界面。因为战争还没有开始，国际上甚至还是一片风平浪静，原油的期货价格十分稳健，就在每桶30美元上下波动。只不过石油作为与美元直接挂钩的本位商品，在没有市场大行情的情况下，波动微乎其微。你深吸了一口气，将自己的400万现金全仓购入原油期货。这个 app 已经十分的成熟，直接按照当前的汇率加了2个百分点，将你的钱运作到了期货平台上面，并且在有稳定消息来源的情况下，你更是给自己的资金加了一个极高的杠杆，足足50倍。这可真算得上是生死一线间，稍微一个波动，你的期货账户就有可能被强制平仓。只不过一旦战争开打，那么原油的期货价格必定如同坐火箭一般往上涨。这只有在这种有着绝对内幕消息的情况，才能够加如此高的杠杆，否则绝对是血本无归。虽然加了50倍的杠杆，相对于原油这种大宗商品来说，齐光的本金
钱还是太少，投入期货市场之后，连一点点浪花都没能激起，价格还是一如既往的平稳。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等待第2天战争开打，以及21天之后原油价格的顶点150美金一桶，相当于本金直接翻了5倍，再加上50倍的杠杆，1个月之后，齐光的400万本钱将会变为10个亿。即便心中早已经计算过无数次，此时你的心中还是一阵目眩神迷。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21天之后便是收获之时，心情激动的齐光合衣而睡，闭目养神，静静等待战争的到来。2天凌晨4点钟，一则国际快讯刷屏了整个世界的新闻，只是1个小时的时间，国际原油期货的价格就从30美元一桶上升到了39美元一桶，直接上涨了30%。而你的400万人民币，经过这短短的一小波上涨，加上50倍的杠杆，已经收益了足足6000万。看着这一连串的数字，你的呼吸都变得急促了起来。这可是真金白银，是许多人一辈子都无法挣到的财富，而你仅仅用了1个小时就挣到了如此多的收益，一夜暴富，简直都无法形容此时的齐光。若是此时你将自己的期货卖出，便可以直接获得6000万的收益。但是你并没有那么傻，你已经根据日记本的信息提前得知，原油这样的涨幅只是狂欢的开始，一直到21天之后，原油的价格涨到顶峰之时，才是他真正抛售期货权利套现的日子。此时的你，仿佛身处一个正在缓缓涌起的大浪，只要身处一个恰当的位置，便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达到任何人都难以到达的顶峰。随着逐渐变得焦灼的战况，原油的期货价格也继续一路走高。只要这一场局部战争没有停止的迹象，那么原油的涨势将一直持续下去。39、6美金、40、2美金、40、7美金，价格的涨幅虽然有所减缓，但是曲线却是无比坚实，一路向上。而你手中买入的原油期货价格也一路水涨船高，你可以套现的财富也在不停的增加。不行，不能再这样亢奋下去，不然的话，钱还没挣到，自己的身体先垮了，那可就得不偿失。你果断关闭了原油期货的界面，深呼一口气，让自己狂躁的心情缓缓平复下来。这一波行情要持续21天，你自己的精力根本做不到一直关注，并且随着价格一波猛涨，你的账户已经没有了爆仓的危险，所以你干脆无条件的相信日记本里面的信息，不再实时关注，而是定时查看一下，做到心中有数即可。因为精神高度紧张，时间也过得飞快，很快大半天已经过去，时间来到了下午，应该给新房主腾出房子的时候，行李早已经整理完毕，你随身拖着一个大行李箱来到了女友晨曦的家门口。至于回家，你并没有考虑，毕竟卖房卖车这件事，你并不打算告诉自己的父母，这会让他们跟着焦虑，着急不说，还有可能节外生枝，子孙寄来答案。日记本的事更不可能向他们透露，所以你打算先在女朋友晨曦家中住几天，等到21天之后收益到手，再买一个独栋的别墅作为2人以后的婚房。敲开门之后，看到拖着大行李箱的你，晨曦不仅没有丝毫的惊讶，反而露出了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看着站在门口丝毫没有让自己进去意思的晨曦，你只能主动说道：“宝贝，我来你这里借住几天，1个月之后就搬走。”没想到晨曦脸上表情冰冷，仍旧死死站在门前说道：“借住几天？你自己的房子呢？怎么不住？齐光，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破产？你心中荒谬，我破产不就是把房子和汽车卖了，准备做一波期货行情？怎么所有人都觉得我破产了？一定是王通这个混蛋，以为你真的破产。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幸灾乐祸的到处宣扬。此时就连自己的女友晨曦都这么认为，只是他们不知道，在短短的时间之内，通过原油期货，你的收益已经达到了6000万甚至更多。只需要将这些告诉晨曦，误会就可以迎刃而解。你脸上露出笑容，解释说道：“是王通跟你说我破产了吗？这家伙太过分了，我就是最近有一个期货的项目。”他还没说完，晨曦就打断说道：“别再骗我了，王通都跟我说了，你已经破产了，把我们的房子和车子都卖了，怪不得我想要买一个2万块的包，你都不买给我。你破产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跟我说？是不是想骗我跟你结婚，再跟你一起还账？你做梦！”晨曦的一番话直接刷新了你的三观。喂，拜托，什么是我们的房子？那房子是我爸妈买给我的，我们还没有结婚，跟你有半毛钱的关系。还有我骗你结婚给我还账，娶了你这样的败家老婆，每个月都要花上10万块买奢侈品，就是不破产也要被你带破产了。你真的没想到，跟自己谈恋爱3、4年，已经到了谈婚论嫁地步的女友，竟然是这样一个人。只是听到了自己破产的流言和一点点自己不给他买包的蛛丝马迹，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和自己划清界限。都说感情经不起考验，可是自己还没来得及考验晨曦，他就已经溃不成军了。晨曦双手抱在胸前，看着情绪有些激动的齐光，脸上露出了冷笑，说道：“看，你结了吧？幸亏王通及时把你破产的事告诉我，否则被你骗婚成功，我这一辈子算是毁在你的手里。从今天开始，我晨曦与你再没有半点关系，从我的家门口离开。”马上好话音未落，晨曦后退回到房间之中，狠狠地将房门拴上，留下你在门外发呆。3、4年的感情，居然说没就没了。仅仅是一个关于自己破产的流言，即将与自己走入婚姻殿堂的女友，毫不犹豫的就离开了自己。而之前掏心掏肺的铁哥们，也立刻变了脸色，就连借自己的钱，也想要理直气壮的赖掉。甚至有的人看到自己的电话直接挂断，然后选择拉黑。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山中有远亲。若你真的破产了，那么你此刻心中必定无比悲伤，感叹自己的前半生失败，无比众叛亲离。但是你并非真的破产，不仅没有破产，反而在短短1天的时间内就获得了超过6000万的收益，甚至更多。在21天之后，还会迎来自己这辈子第一笔真正巨大的财富。你知道，自己若是真心实意的向晨曦解释，或者直接给他发送一张期货案的截图，那数千万的收益立刻便会让晨曦那似乎冲天的怒烟消云散，甚至瞬间化身成为这个世界最温柔、最善解人意的女朋友。未婚妻，然而此时经历了世态炎凉的你，只是感觉到哭笑不得，再也没有任何对晨曦解释的欲望。也罢，这样一个被误认、未破产的经历，让自己看清了身边的恋人与朋友，直了内心之中虽然并没有什么波澜，但是站在晨曦公寓的楼下，你一时之间有些茫然。你原本计划把房子卖掉之后，就去女友晨曦的公寓里面住一段时间，待原油期货的收益到账之后，再与晨曦一起买一个独栋的别墅，作为2个人的新房。只是你没想到，自己竟然被晨曦扫地出门，一时之间确实没了去处。去朋友家，自己以前最好的朋友王通之流，听说自己破产，全都避之不及。回父母家解释，卖房卖车就是个麻烦事，还是别让二老跟着担心了。思来想去，你只能选择先到宾馆里面暂时住下。虽然你将400万投入到了期货市场之中，但是身上还是有一些积蓄用来运抵，不至于露宿街头。正当你准备打车去往酒店的时候，你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看到来电人的姓名，你愣住了，临近他是你大学4年的同
同学，性格文静，戴着一个厚厚的黑框眼镜，平时与你没有什么交集。这时候林静给自己打电话干嘛？心中虽然有些疑惑，但你还是接通了电话，放到了耳边。顿时，对面传来了林静透着焦急的声音：“齐光，你在哪？没事吧？”林静的语气透露着掩饰不住的焦急。你虽然有些纳闷，但还是老老实实说道：“我现在在晨曦的小区了，没什么事。怎么了？”两人上大学的时候其实就没什么交集，大学毕业了之后联系就更少了。所以林静忽然给你打电话，让你有些摸不着头脑。所不知道的是，你在晨曦楼下思考去哪里住的时候，晨曦已经隔着窗户将你提着行李箱的背影拍了下来，附上了一行文字发到了朋友圈之上。这个渣男，房子车子都卖了，居无定所，破产了，居然还想骗我结婚，做梦！幸亏我把持住了自己没有婚前同居，不然我都不敢想象。暗示自己守身如玉，实则你没给他买一个新的包包，都会解锁一个新的姿势与成就。如今迫不及待官宣与你分手，自然要自证清白。最后还附上了一张自己楚楚可怜的自拍，表里表气。而林静的手机屏幕之上，此时显示的正是这一条朋友圈。林静也不知道自己看到这个朋友圈为什么会这么生气，竟然直接拿起手机就给你打了过去。不过既然电话已经接通，就容不得林静退缩。他鼓足勇气说道：“齐光，我听说你破，不是你遇到困难，如果你没有地方住，可以搬过来跟我一起合租。”这句话似乎耗光了林静所有的力气。说完之后，他将手机紧紧贴在胸口，又赶紧拿开，生怕电话对面的你透过话筒听到他咚咚的心跳声。你先是一愣，随即明白了过来，一定是林静听到了自己破产的流言，甚至知道了自己被晨曦扫地出门的事，怕自己没有容身之处，甚至想不开，所以才会主动打电话前来邀请自己去与他合租。没想到林静那个戴着黑框眼镜的柴火妞，居然还有这个心思。你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虽然你并不是真的破产，更不会想不开自尽，但是这种突如其来的关心，还是让你心中十分温暖。随即决定好啊，林静正好，我暂时无处可去，那就先去打扰你几天。得到你干脆利落的回答，林静呀了一声，也不知道是惊慌还是惊喜，赶忙对着电话说道：“我住在祁隆国际 C 栋32101，一会儿我微信详细发给你，你到了小区就给我打电话，我下去接你。”电话挂断，你笑着摇了摇头，没想到自己原本以为的铁哥们以及知心爱人全都不靠谱，反而是不常联系的朋友。患难见真情，不过你的心中暗自警惕，偷偷告诉自己，男孩子出门在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随即你便打了一个出租车，直奔祁隆国际而去。此时祁隆国际在蓉城市最核心的区域，无论是学区还是环境都是最顶级的，当然也是寸土寸金，比你自己卖掉的房子还要贵上许多。没想到原本不起眼的林静，居然住在如此高端的小区。出租车到了小区门口，便被拦了下来。一个穿着毛呢风衣、戴着白手套的保安走上前来，先是敬了一个礼，随即对着你客气地说道：“先生您好，您似乎不是我们小区的业主，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我来找我的朋友来这里住一段时间，他住在 C 栋32101。”姓林保安点了点头，用岗亭的座机打了出去，确认之后对着电话说道：“林小姐，您不用亲自下来接，我们物业一定会把您的朋友安全送到，您请放心。”随后这个保安便接过你硕大的行李箱，放到了一个6轮通勤电动车上，说道：“先生，请您上车，我会将您送到林小姐房间门口。”你点了点头，坐上了电瓶车，向着小区内部行去，心中确实有一丝感叹，这样的物业服务在机场里面也不过如此了，也就只有最高端的小区才能享受到的吧。林静居然选择住在这里，无论是买房还是租房，都不是普通人可以轻松做到的，也再度勾起了你对于林静的好奇心。很快在物业小哥的护送下，你敲响了林静的房间，刚刚敲了2下，门就立刻开启了。显然林静一直等待在门后。西光，你来了。看到门后出现的小脑袋，你顿时呆住，这是林静那个黑框眼镜、排骨妹眼前的女孩，瓜子脸明白如羊脂玉，皮肤白皙，透着红润光泽，五官精致，雄鼻挺拔，一种小家碧玉的气质，温婉到了极致，再加上鼻梁之上的一副无框眼镜，让她整个人更是透露出一种乖乖女的气质。确认我没走错房间吗？感觉到你惊艳的眼神，林静的脸颊顿时变得羞红，声音软糯，怯怯说道：“快进来吧。”这才回过神来，赶紧进入了房间，打量四周，你发现林静租住的房是一套 loft 2居室，客厅房顶极高，坠下一束华丽的水晶吊灯，配合着整个房屋西式的装潢风格，给人一种精致奢华的感觉。客厅外面是一个巨大的落地窗，一眼就能看见外面的金龙潭，让人心旷神怡。两边是2个卧室，里面隐隐可以看见粉红的颜色，少女心爆棚，奢华中透着品味，组合在一起就是2个字：昂贵。你顿时有些吃惊，什么样的房东会把装修如此精致的房子拿出来出租？看着跟在自己身后的林静，你问到林静：“这房子是你租的？”林静没有回答你的问题，而是说到：“房租的事你先不用管，安心住在这里就行了。对了，你是不是还没吃饭？想吃什么？我给你做吧。”既然林静不愿意回答你，也就没有追问，毕竟自己只是一个临时寄住在这里的顾客，便接话说道：“你也没吃吧？住你的房子还要麻烦你给我做饭，多不好意思，还是我给你做饭吃吧。”林静愣住了，你还会做饭？真的可以吗？你把手洗干净，一脸骄傲的说道：“什么话什么叫我也会做饭？给你尝尝我压箱底的绝技，世界名菜西红柿炒鸡蛋。”厨房里你正在里面忙碌，1.83米的身高让系在胸前的 Hello Kitty 围裙显得有些袖珍，修长的手臂在操作台上挥动，稍微隆起的肌肉线条看起来流畅无比。你的肩很宽，到了腰线的部分又向内收缩了许多，看起来充满了劲力的力量感，还是那么帅啊！双手撑在下巴上，林静眼神迷离，不由得喃喃自语。正在做饭的你没有听清，回头问到说什么，林静的小脑袋顿时摇得像一个波浪。没什么没什么，你专心做菜要小心。看到你转过身去继续专注的做菜，林静才悄悄松了一口气。在大学时期，你便是校篮球队的主命，球风飘逸，身姿潇洒，再加上俊朗的面容以及优良的学习成绩，很自然就成为了众人瞩目的存在。而林静的面容被厚厚的刘海以及黑框眼镜遮挡，没什么存在感。虽然在心中对你很是爱慕，但一直没有勇气表白你与晨曦这一对俊男靓女宣布恋爱关系之时，林静还心痛了很久。不过内心深处还是默默的为你祝福。直到今天，林静看到晨曦发布的那一个朋友圈之后，一股恼怒与欣喜混合在一起的复杂情绪顿时充斥了他的心头。我的男神竟然被你赶出了家门，我的男神又单身了。鼓足了几年来积累的勇气，林静打通了你的电话，然后就是2人鬼使神差合租的场面，一直到西红柿炒鸡蛋入口，都是一股甜蜜的味道。西光看着大口吃饭的你，林静欲言又止，在他的心中，你卖车卖房，财务破产，已经是来到了人生的最低。林静想要出言安慰，告诉你破产了没什么，又怕贸然开口伤了你的自尊心。你笑了笑，看着十分纠结的林静。
林静说道：“怎么了？你想对我说什么？是不是想劝我破产了也没什么？既然你主动说起。”林静便点了点头，说道：“哼，我看到好几个人发朋友圈说你破产了，感叹世事无常，你的女朋友甚至把你扫地出门。但是我想告诉你，破产虽然很难，但并不是世界末日，只要你不绝望，保持着昂扬的斗志，总有一天你一定可以东山再起的。”林静认真无比的继续说道，并且你如果想重新创业，我可以想办法给你筹集一些初始的资金。看着林静认真的面容，你的心中十分感动。在所有人的眼里，此时的你就是一个穷光蛋，一个输光了底裤的丧家之犬。林静也并不知道你的破产其实是一个假象，但即便是这样，林静还是愿意接纳你，支持你，鼓励你，甚至承诺用自己的钱帮助你重新创业，东山再起。这样的林静与迫不及待跟你划清界限的晨曦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神色复杂的笑了笑，说道：“你就这么相信我？”林静重重的点了点头。当然，在我的心中，你一直是我们班，甚至是我们学校最优秀的那个。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但这次失败一定只是一个意外。只要总结教训，重新出发，你一定可以再度成功的。这种被人关心的感觉让你感到很感动，很爽。但这一切都是个误会。你决定还是将真相告诉林静。其实我并没有破产，之所以卖房卖车，就是为了筹集资金做一波期货的行情，没有破产。做期货这次轮到林静惊讶，你说卖房卖车只是为了筹集资金，你做的什么期货？你笑着回答道：“是国际石油期货，趁着北方的战争挣一波快钱而已。”对于你的话，林静没有丝毫的怀疑，长舒了一口气，欢快说道：“原来如此，我说你这么厉害，怎么可能破产？这群人真是的，自己不确定的事就发在朋友圈里面乱转，对你的声誉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说着，林静才想起来自己刚刚以为你破产而说的那些不利的话，顿时变得双颊通红，窘迫不已。好在你及时解围，不过我虽然没有破产，但是房子已经卖掉，真的没有容身之地，你不会赶我走吧？林静慌忙摇头，马尾便在脑后像是漂亮的尾巴一般摆动。当然不会，你就住在这里吧，想住多久都可以。说完，感觉到自己的话有一些暧昧，林静赶忙又说：“你别多想，我就是觉得你做的饭很好吃，而我不会做饭，我们两个合租也不错。”吃完饭之后，你收拾行李才尴尬的发现自己为了省事，没有把洗漱用品带出来，而是直接扔掉。毕竟前女友晨曦的家中还有自己一整套的洗漱用品，只是你没有算到自己竟然被扫地出门，更没有算到自己竟然跟老同学林静合租到了一起，只能重新买一套。在你准备出门购买洗漱用品之时，林静自告奋勇说到：“那个齐光，我去给你买吧。小区里面的环境你不熟悉，万一回来的时候再迷了路，你在家里休息等着就可以了。”不待你回答，林静便直接出了门，你只能由得他去，自己则掏出了手机查看起了原油期货。只是几个小时的时间，原油期货的价格又上涨了不少，已经变成了46美元一桶。而你账面上原油期货的价值也已经从早上的6000万变成了现在的3亿0 600万，这样赚钱的速度堪称恐怖。恐怕除了国家机器和国际财团，很少有人挣钱的速度能超过此时的你。看着这一串数字，就连你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太真实。仅凭借着来自未来日记本的一页，你就已经挣得了如此多的财富，这也让你下定决心，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2个日记本，绝对不能出任何纰漏。就在这时，你的手机忽然响起一个视频通话的请求，接了进来，犹豫了一下，你还是选择了接通。顿时一个两鬓斑白、面色严肃的中年男人出现在了手机的屏幕当中。齐光从小到大，父亲齐万里便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对你的称呼也从来不是儿子阿光，而是向来直呼齐名。只不过此时齐万里的面容虽然依旧严肃，眉眼之间确实有着掩饰不住的焦虑。听说你把房子和车都卖了，做生意失败不可怕，钱赔光了也不是世界末日，你可不要想不开做傻事。显然你破产的谣言已经传播到了你的父母那。齐万里第一句话并不是质问儿子为什么私自把房车都卖，而是反过来安慰你，让你不要做傻事。这便是最纯粹的亲情，没有任何抱怨与指责，只有关心与呵护。你心中感动，点头说道：“爸，放心吧，关于我破产的事都是谣言，我确实把房子和车子都卖，只不过是我着急，需要资金去做一个项目，等这一波行情做完之后，我再向你们解释。”虽然自己的400万本金已经翻了几十倍，但你并没有在电话里面提起期货的事情，距离收益还有一段时间，你准真金白银到手之后再跟父母解释，否则空口无凭说了也只是徒增烦恼。而看到自己儿子精神饱满，情绪振奋，齐万里也放下心来，顿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随后把手机交到了妻子的手中：“儿子，你没事就好，妈妈担心死了。听说你跟晨曦分手了，分手了好，妈妈也不喜欢他，过2天给你介绍更好的，给你物色一个胸大屁股圆好生养。”母亲周云就是另外一个风格，从小到大都是无微不至的关心，只不过一家人口无遮拦，让你有些遭不住，只能摇头苦笑。这时周云的目光一扫，看到你身后豪华的装潢，有些好奇的问道：“儿子，你现在在哪里？”你回答说道：“我把房子卖了，没有地方去，就暂时寄住在一个朋友家中，算是合租吧。”周云立刻埋怨开来：“你这孩子怎么卖了房子就没地方住？我们住的房子就不是你的家，我看了你还是搬回来。”还未说完，房屋的门忽然咔嚓一声打开，随后林静提着购物袋走了进来，开心说道：“齐光，你的洗漱用品买回来了，看看合不合适。”林静此时穿着纯棉的粉色居家衣，胸前小熊的脑袋被顶得鼓鼓的，从上向下优美的曲线也被衣服勾勒得淋漓尽致，配上白色的纯棉袜子，有一种纯欲的感觉。手机屏幕之中的周云双眼一亮，立刻改口：“西光，家里来了客人，你最近还是不要回来，没你住的地方，我不打扰你们了。”挂了挂，说完嘟的一声，视频通话挂断。挂断之前还在念叨着好生养，真不说之类奇怪的话，让你哭笑不得。林静此时也意识到了什么，脸色红扑扑的问道：“刚刚那是阿姨？”你点了点头，说道：“嗯，那是我妈听到了我破产的留言，问了情况。”林静乖巧的将购物袋递给你，脸上有些疑惑的问道：“我听到阿姨一直说好生养，好生养是什么意思？”你清了清嗓子，义正言辞的说道：“她是说我没给家里添麻烦，是好生养的孩子，没有别的意思。别瞎想，齐光，我已经洗好了。”你去吧。林静一边拢着头发，一边从浴室之中走了出来，也许是刚刚洗完澡的关系，林静的皮肤细腻银白，如同象牙，一般里面泛着健康的红润，透露着青春的气息，与她那张乖乖脸形成极大反差的是睡衣之下的波涛汹涌。她身上纯棉的睡衣虽然穿得严严实实，但因为本钱太过雄厚的原因，看上去紧绷绷的，有一种纯欲的别样诱惑。这不科学呀，那么细的腰怎么支撑住她？你强行控制着自己的目光，不看向那雄伟的标志物，微微弓着身子，有些别扭的走进了浴室之中。齐光，你走路的姿势怎么这么别扭？是哪里不舒服吗？林静大大的眼睛之中满是疑惑，你差点当场社死，尴尬的说道：“没什么，坐太久腿麻了。”说完赶忙走进了浴室之中，关上门，闻着里面晕晕的水
水汽与少女的体香，你决定自己要洗个冷水澡。洗完澡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你所住的次卧虽然已经很久没有人住过，但还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躺在床上，打开手机，你发现自己的微信有一条未读消息，继续转账2万元。你苦笑，看来自己破产的流言也已经传到了他的那。胡雪与王通一样，都是你从小以来的朋友，只不过作为一个女孩，胡雪在长大之后，与你们的联系就渐渐少了起来。你并没有点击接受，而是回复了一个问号，几乎是秒回。对面也立刻回复了一条问号。隔空对峙了一会之后，还是胡雪先发出了消息：我虽然没什么钱，但是你遇到困难我也得支援一下，不是？别看不起人了，姐们就拿得出2万，再多1分也没有了。小雪，你是听王通说我破产了？没有的事，我就是急用钱，一时周转不开，把房子卖了，对外没有欠任何人的钱，比新梅破产更好。你不是周转不开吗？这点钱你先拿着，等周转开了再还给我。我警告你，再不收我可把你删了，再也加不回来的那种。看着胡雪一直坚持让你收下，你就知道胡雪并没有相信你的说辞，毕竟你在他们这些发小之中算是家境优渥、混得不错的存在。如今卖车卖房，被未婚妻扫地出门，这样的反差感让不少人津津乐道，甚至开始信誓旦旦的编造谣言。有的人说你因为在桥洞下面跟别人抢睡觉的地方被流浪汉打得半死，有的人说你已经从安顺廊桥跳了下去，打捞工作正在火热进行中，还有的人说你已经下海白居会所当起了少爷。就离谱，这些传言虽然都不可信，但是潜意识之下，所有的人都已经认同了一个消息，那就是你真的已经破产。而你已经破产，胡雪还是坚持着把这2万块转给你，那就是做好了你根本还不了的准备。胡雪虽然在一家银行工作，但实际上薪酬并不高，还要负责照顾独自在家中养病的妈妈，负担还是很重的。这2万块应该是胡雪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全部积蓄，竟然就这样毫不眨眼的直接转给了，这样的行为自然让你感动。人间自有真情在，既然胡雪如此坚持，你就点击了接受。叮的一声，把2万块收到了自己的钱包之中，而没有继续费口舌解释。现在无论怎么解释自己没有破产，语言都是苍白的。到时后期获得收益到手，一切自然不攻而破，并且随着这2万块一起收下的胡雪的这一份人情，与王通那种欠钱不还，甚至编造流言对你恶意重伤的人相比，胡雪的这份心意就显得弥足珍贵，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对于王通、梁涛那种欠钱不还，甚至落井下石的小人，你必定记在心中，甚至早晚要报复回来，出一口恶气。而对于胡雪这种真心帮助自己的人，你会尽自己所能的给他回报。收下这2万块的转账之后，你发送消息，那我就收下，最多1个月之后就还给你，到时候再给你一个惊喜。对了，好一个身体怎么样？那边过了一会才回复消息，刚把我妈弄睡着，就还那样呗，反正也治不好，走一步看一步吧。不跟你说了，明天还要上班，只跟你强调最后一点，无论有什么困难，你都不要想不开，听到没？脑海之中浮现出胡雪那关心的表情，你微微一笑，回复道：你放心吧，不会的，很快你就会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放下手机，你的困意也骤然来袭。收到子孙寄来的日记本，只是3天的时间，你的生活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刺激让你疲惫不已，很快便环绕在床单上若有若无的体香之中，沉沉睡去，一夜好眠。你醒来之时，天光已经大亮，打开手机，你吓了一跳，你这一觉竟然足足睡到了11点，看来是之前太累了。不过这一觉倒是睡得我精力充沛，做期货交易风险本来就极大，再加上你加了足足50倍的杠杆，稍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被强制平仓。提前掌握了战争爆发的消息，并且是原油这种等位大宗商品波动极低，才能够像你这样操作成功。但凡换一种体量稍小的商品，都不可能完成你这样的投资与收益。微信之上还有一条来自邻近的消息，看你还在睡，就没有打扰你。早餐在桌子上，醒来记得吃，不然伤胃。我大概6点钟回来。看着简单的文字，你的心中竟是有几分温馨的感觉，被人呵护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以后老子绝对不再当舔狗。起身走出卧室，餐桌之上果然摆放着一个精致的保温盒，打开之后，里面是一份精致的早餐。因为保温盒的原因，早餐还上有余温，这也太细心了。感叹了一下林静与自己前女友晨曦，简直天差地别的区别。一边吃着早餐，一边打开手机查看其自己的原油期货。国际原油期货并没有封盘的概念，是24小时运转的。当你打开手机看了一眼，顿时吓了一跳。此时原油期货的价格经过1个晚上的疯涨，已经涨到了65美元一桶。而这个期货 App 页面上显示，你所持有的原油期货价值已经来到了33亿，并且随着战争不断的深入，国际原油的价格还在不断的走高。虽然不像一开始那样爆发式的提升，但向上的曲线攀升的极其稳健。一整天的时间，你什么都没做，看着自己原有期货的价值不断的向上攀升，这样轻松赚钱的方式让你感觉到十分的爽快。利用日记本里面先知先觉的信息，不到1个月的时间，你就已经接近了财务自由，这也让你对笔记本后面的内容愈发的期待了起来。一直到了6点钟，天光渐暗，大门滴滴一响，林静从外边走了进来，与先前穿着纯棉乖乖女服饰的形象不同。此时的林静身穿一套藏青色的职业套装，修长的双腿之上套着肉色丝袜，这样的装扮配合着她戴着的金丝眼镜，彰显出一份职场的干练。看着你直勾勾的盯着自己，林静的脸顿时就红了，一声喃喃道：为什么这么看着我？我穿这一身是不是很不搭？这衣服是我妈给我买的，说什么在外上班就要穿上班的衣服，我穿着好别扭，我马上换下来。你赶忙摇头说道：没有，你穿着一身职业装很好看，我就是觉得太好看了，所以才听到你的夸赞。宁静的嘴角不由自主上扬，一双眼睛也放出亮晶晶的光芒，一瞬间透出的魅力再度将你看待，是为知己者死，与为悦己者容。此时的林静显得极为开心，也不替换衣服的事，就对着你说道：今天家里面没什么食材，走，我请你出去吃大餐。虽然之前口嗨自己会做饭，但你的厨艺其实很一般，昨天的晚餐都是硬着头皮做的。听到不用做饭，你也松了一口气，说道：行，你稍等我一下，我换身衣服。也许是两人之间熟悉了一些的缘故，原本十分腼腆的林静，此时竟然对着你主动开口，说道：不用换呀，你穿这一身就很帅，走吧。此时的你穿着一身居家的运动棉服，你修长健美的身材也是一览无余，反正出去也只是吃个饭，你便没有再坚持，与林静一起走出了大门。此时麒麟国际小区向外步行的路上，一个穿着清凉、脸上妆容略微有些夸张的美女，正一边向外走着，一边拿着手机打电话。晨曦，你已经到了，别急，稍等我一下。你也知道我现在住在麒麟国际，距离麒麟阁步行就5分钟，真不是跟你炫耀，我这个刚交的男朋友非得让我搬过来和他一起住，不答应就闹死闹活的，没办法，你不是跟你分手了吗？我把我男朋友介绍给你啊，他们做工程的普遍有钱，
肯定比你前男友你强得多。这个说话略显轻佻的女子名为孙雅，是你前女友陈曦的闺蜜，仗着自己年轻漂亮，换男朋友如同换衣服。刚刚找了一个住在祁隆国际的男朋友，就迫不及待地搬了过来。毕竟祁隆国际是蓉城最高端的小区，住在这里一定程度上也算是身份的象征了。而他今天约陈曦在附近的麒麟阁吃饭，并且故意晚到一会，就是为了向陈曦炫耀一下这件事。当孙雅正在电话中跟陈曦聊得火热之时，她忽然停住了自己的脚步，眼睛有些吃惊地瞪圆。随后，孙雅有些不可思议地对着电话说道：“喂，陈曦，你猜我在祁隆国际看到谁了？你猜不到，你当然猜不到。嘿嘿，我告诉你，现在你的前男友齐光就走在我的面前，并且他的身边还跟着一个极品美女。极品两个字咬音极重。”孙雅一边小跑着鬼鬼祟祟向前跟，一边对着电话继续说道：“你不信，我拍照片发给你，你跟你睡了好几年，看背影你能认出来吗？”说完，孙雅举起手机，对着前方你与林静的背影，咔嚓咔嚓就是一顿连拍。为照片已经给你发过去，你看看我追过去给你拍2张正脸。孙雅一脸兴奋，八卦之魂正在熊熊燃烧。她与陈曦名义上是闺蜜，实则就是互相攀比的塑料姐妹花。遇到这样的戏份，孙雅自然乐得看热闹，一路小跑抄近路来到了你两人的前方，再度偷拍了几张，发送到了陈曦的手机之上。麒麟阁西餐厅的等位区，陈曦拿起自己的手机，不可思议地看着孙雅发过来图片。真的是你？她怎么会在祁隆国际里？她身边的这个女的看着好眼熟。对了，这不是林静吗？陈曦看着手机喃喃自语，耳边同时传来了孙雅兴奋而又压抑的声音：“看到没？姐最新的苹果手机拍得很清楚吧？我的天，这个女生远看上去不起眼，没想到穿的全都是大牌。她身上的职业套装应该是纪梵希春季最新，手上的包包好像是 PRO 的限定纪念品，就连丝袜都是巴黎世家的，这一套打底20万，还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孙雅自诩蓉城名媛，对于各种各样的顶级奢侈品，以及对于他们每一季最新的发布会，自然全都如数家珍，眼光十分毒辣，一眼就看出了林静身上这一套堪称顶级的行头。而这样昂贵的衣服穿在林静的身上，却显得十分自然，就如同私人定制的一般，没有丝毫驾驭不了的感觉。背过身子等待你，两人再度从他的身旁走过去之后，孙雅对着电话说道：“陈曦，你不是说齐光破产了吗？他怎么会出现在祁隆国际？身边还有一个这么高段位的美女，这一身衣服简直夸张，不仅是最顶级的牌子，似乎还是私人定制的尺寸，并且还如此的年轻。你身边的这个女的你认识吗？”孙雅犹豫了一下，没有说出口。你现在身边的这个女人，无论是容貌还是身材，甚至是衣着品味，都要全方位的碾压陈曦。如果真的在电话里面说出这样的话，那他们两个之间就连塑料姐妹花都没得做。陈曦咬了咬自己的嘴唇，艰难的回答说道：“认识，这个女的叫林静，是我和你的大学同学。”看到你两人走开了一段距离，孙雅又开始远远跟上，两人继续对着电话说道：“这就奇怪了，如果说齐光跟着一个富婆，那么可能是他破产下海，但是他身边的是你们的同学，两人还如此的淡定从容，那就有些说不通了。难道齐光并没有破产，他只是想找个借口把你甩了，跟这个女的在一起，脑子还没有任何的思考？”陈曦就一口否定：“可能是我把你甩了，我们两个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不要再跟我说你了，你还来不来？不来我走了。”电话那边的孙雅显然也怕把陈曦真的惹恼了，连忙说道：“来，急什么？马上就到，等着我。”挂了电话的陈曦虽然嘴硬，此时却已经心乱如麻。前几天他之所以断定你破产，依据的其实只有王通的几句话，以及你卖房卖车凑钱这件事，同时你拒绝给自己买心仪的包包，这样的蛛丝马迹，再加上他的小性子发作，让陈曦在内心之中下意识的就断定王通所说的都是真的。你确实破产，不仅卖车卖房，还身无分文，负债累累。我陈曦是一个小仙女，怎么可能跟一个破产的男人去受苦受难？我还来不及吗？一时冲动之下，陈曦根本就没有听你的任何解，而是果断选择了分手。之后有关于你愈演愈烈的留言，也让陈曦暗自庆幸自己果断甩恩。只是此时孙雅的一番话，却让陈曦的心中涌起了不好的预感。难道齐光并没有破产？这一切只是他对我的一个考验，而我并没有通过这个考验？不可能，反正我已经把他甩，他跟我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陈曦甩了甩头，想要将这些想法甩出自己的脑海，只是他还没有平静下来。麒麟阁大门走进来的两个人，又是让他震惊的瞪大了双眼。齐光麒麟阁入口的方向，你与林静两人在侍者的带领下，朝着这边走了过来。你说话的声音也变得清晰可见。林静，我们不就是简单吃个饭吗？怎么跑到这么高端的西餐厅来了？在你面前宛如乖乖女的林静，到了这里却显得熟练从容了许多，笑着说到：“这里离我们小区很，味道也不错，我经常来的。再说了，你最近那么累，早上我都没有舍得叫醒你，一会我要给你点最好的牛排，让你好好补一补身体。”听着两人的对话，陈曦心中五味杂陈，甚至怒火中烧。虽然与你已经分手，但是在陈曦的内心之中，潜意识的还把你当成自己私人的东西，容不得他人染指此。是看到你与林静亲密的并肩走着，还聊着如此暧昧的话题，让陈曦的心中极为难受。血往头上涌，忽然不由自主的开口说道：“齐光，你怎么在这里？”听到有人叫我自己的名字，你顺着声音看去，才发现坐在等位区的陈曦。此时的陈曦显然已经精心打扮过，穿着的一身 Versace 也是曾经你送给她的礼物，只不过与你身边的林静比起来，陈曦艳丽的妆容显得有些浮夸，容貌与衣着品味更是被林静压了一头。如果说陈曦是精心打扮的名媛，那么你身边的林静就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公主。看着陈曦，你的心情有些复杂。两人相恋3年，仅仅是因为一个无厘头的谣言，陈曦就把自己甩了。如果说你的心中毫无波动，那是不可能的。若是你真的破产了，那么此时的你必定无比尴尬，甚至心生怨恨。但是你并非真的破产，并且因为石油期货即将带给你的巨额收益，让你的心中有着十足的底气。你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是看着陈曦，冷冷说道：“没想到在这遇到你，我来吃饭。”回见说完，你不再理陈曦，转头同林静一起，便要从陈曦的身边走过。看着原本对自己百依百顺的你，此时竟然如此的冷漠，眼神之中没有任何的留恋，甚至还陪在另外一个女生毫不留恋的与自己擦肩而过，这让陈曦怒火中烧，顿时失去了理智，猛地站起身来，拦住了你的去路。你停下脚步，皱眉看着陈曦说道：“你想干什么？”其实陈曦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是看到你与林静如此般配的站在一起，他的内心就一阵恼怒。你不是已经破产了吗？怎么还能如此从容？你都已经破产了，为什么身边又出现了一个这么优秀的女孩子？破产就应该去睡桥洞，再度遇到我不应该痛哭流涕求我原谅吗？其他人可不知道陈曦丰富的内心戏。服务员不动声色地向前走了一步，站到了你与陈曦的中间，将两人隔开之后问到：“这位小姐，请问你有什么事？如果没事的话，我要带客人去用餐。”
餐了。西餐厅的环境十分安静，这里忽然爆发的几句争吵，顿时吸引了不少周围用餐客人的注意，十分好奇的看向了这里。被这么多目光注视着，陈曦气难下，又不想灰溜溜的离开，只能目光审视的看着你，对着服务生说道：“你们麒麟阁不是荣城最高端的西餐厅吗？难道你们对于用餐人的服装没有什么要求？他这种穿着也能进入西餐厅跟我一起吃饭，岂不是拉低了我这一顿饭的格调？因为出来的匆忙，再加上你只是以为要简单的吃一口晚餐，此时的你只是穿着居家的简单服饰，脚下踩着一个凉拖，看上去十分的随意。陈曦就是看到了你如此的穿着，才想要给你一个难堪，出一出自己心中莫名其妙的烦躁之火。然而听到陈曦的控诉，你身前的服务生微微一笑，彬彬有礼的说道：“我们麒麟阁的宗旨就是服务顾客，以顾客为上帝，只要顾客的穿着不违背风序良俗，就全部都可以进入麒麟阁餐厅用餐。”并且服务生顿侧过身子，向着林静恭敬致意，继续说道：“这位先生是同林小姐一起来的，而林小姐的母亲是我们麒麟阁餐厅的 boss， 所以林小姐的朋友就是我们麒麟阁餐厅最尊贵的客人。”陈曦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显然已经窘迫到了极点。他没有想到自己的突然发难，不仅没有为难到他，将其赶出麒麟阁餐厅，反而自取其辱。就连一个普通的服务员，竟然都敢为了维护其公，如此强硬的回对他。这里争吵的声音越来越大，周围的顾客注意力不断被吸引，甚至有的人已经拿起了手机，对着几人开始了录像。窃窃私语的声音也响了起来。快看，狗血剧情似乎是两个女的争一个男的，这个男的除了长得帅点，看上去很普通嘛，那就长得帅点。你要是有他一半帅，我就偷着乐了。菲菲，我要是有那么帅，估计也会有其他美女来跟你抢夺我。听着周围越来越离谱的讨论，我叹了口气说道：“陈曦，我们两个分手我并不怪你，但是我们两个也到此为止了，今后互不打扰，形同陌路。这里是公共场所，还请你自重，不要再阻拦我。”说完，我揽住宁静的肩膀，将她护在自己的身后，无视着陈曦傻眼的表情，从她的身旁走了过去，直接进入到了用餐的区域。陈曦孤零零地站在用餐区的入口，像是一个卖力表演又无人理会的小丑。感觉到周围的目光越来越多，陈曦再也待不下去，恨恨的一跺脚，没有回到等位区，而是甩着手中的包包，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麒麟阁今天的陈曦，先是全方面被林静彻底碾压，无论是外貌还是气质，甚至是衣着服饰，都输得彻彻底底。随后无理取闹，险些被服务员驱逐。陈曦就是脸皮再厚，也不可能继续留在麒麟阁吃饭。只是夺门而出的陈曦，并没有看到表面上是自己的好闺蜜，实际上是塑料姐妹花的孙雅，也早已经尾随着我来到了麒麟阁。甚至孙雅早已经用自己的手机将刚刚这一幕完整的录了下来，脸上露出神秘的微笑。孙雅踩着高跟鞋，一扭一扭的向着陈曦追了过去。对于刚刚发生的小插曲，我并不在意，在我的心中也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波澜。经历了被扫地出门的事件之后，我已经看透了陈曦的本质，这样爱慕虚荣、毫不念旧、遇到困难立刻将我抛弃的女人，不值得我丝毫的留恋，反而是此刻坐在我的面前，正用无比担忧的目光看着自己的宁静，才更值得我投入精力与情感。曦光，你没事吧？看着表情平静的我，宁静的心中还是有一些担忧，害怕我只是强装淡定，毕竟我刚刚与陈曦分手，还是以被扫地出门的方式，无论是谁，恐怕都无法做到心平气和。然而我可不是故作轻松，我是真的已经放下，对着宁静笑了笑，说道：“放心吧，我没事，在我的心中，陈曦已经永远都是过去式，并且陈曦这种女人配不上我对她的感情与付出。我只是有些感叹，这些年的感情和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了这样一个女人的身上。”听到我这么说，宁静放下心来，心中更是有一些窃喜。这些年来，虽然与我没什么联系，林静却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我，暗恋着我。这也是林静发现我被扫地出门之后，一时间就能够联系我，邀请我与自己合租的原因。此时我已经彻底放下了与陈曦之间的感情，那岂不是说林静自己的机会真的来了？就在林静心中雀跃不已的时候，我开口说道：“不说他了，说你大学毕业之后，我们联系不多，这几年你都在做什么？”大学几年的时间，也许是因为性格的关系，林静的存在感一直都不强。大学毕业之后，更是彻底在我的圈子之中消失了，所以我对于林静的近况并不了解。而仅仅是几年不见，在大学时并不起眼的林静，此时不仅居住在荣城最高端的小区，一身衣服也是价值不菲，这让我对于林静的身份也有一些好奇。大学毕业之后，我又读了2年的研究生，改学了法律专业，之后我就加入了德恒律所，成为了一名律师。如今刚刚度过实习期，已经是一名正式的律师了。听着林静的回答，我的心中是真的惊讶。林静说的轻描淡写，但我知道这里面并不简单。德恒律所是荣城乃至全国最大的律所，在各方面都有着很大的门派，而一个刚刚毕业的新人想要直接进入德恒律所，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必须要在其他律所积累经验，闯出自己的名气之后，才有可能成为德恒律所的一员。毕竟德恒律所可是天骄律师集结之地，多年来许多轰动全国的案子背后都有德恒律所出没的身影。而林静作为一个毫无经验的应届生，毕业之后就直接进入了德恒律所，那么背后就只有一个原因：林静有着足够深厚的背景。律师这个行业不仅需要深厚的法律之神，更是需要方方面面的社会资源与关系。而德恒律所也是看中了宁静背景所蕴含的能量，才选择将刚刚毕业的她直接招入。不过，对于自己能够直接加入德恒律所的内情，林静并没有多说，而是看着我问道：“那么你呢？你到底是做了一个什么项目，让你卖房卖车才凑齐了资金，以至于其他人都传你已经破产？”此时的饭菜已经上齐，我感觉到饿，一边吃一边回答说道：“我之所以把房子车子都卖掉，就是为了做一波国际期货。你知道的，做期货必须要有足够的本金，否则折腾半天也是被庄家像割韭菜一样被收割。”听到我的回答，宁静的脸上也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什么？你把房子和车子都卖掉，所筹资金都投入到了期货市场，把全部身家都投入期货，这样的风险也太大。对于期货，林静也是有所了解。与国内的股市相比，国际期货市场的波动更大，所能获得的收益也更高。但是收益与风险永远都是成正比，收益越高，风险也就越大。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满盘皆输，全部身家折损在里面，血本无归。面对林静的惊讶与担忧，我笑了笑，解释说道：“我做的期货是国际石油期货，这种大宗商品的波动更小，与其他期货相比，风险也要小得多。石油期货的风险相对更小，那是实情，但是与股市相比，风险还是大了许多，并且我还加上了足足50倍的档。如果不是我通过日记本里信息先知先觉，有了绝对的把握，那么这样冒险激进的操作无异于自杀。你买了国际原油期货是什么时候买的？对于国际形势以及原油期货，林静也有一些了解，毕竟和平了数十年的世
世界忽然爆发了如此规模的战争，这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有着足够冲击力的。新闻原油价格暴涨消息也每天在新闻频道来回插播无数次，而我购买的竟然恰恰就是国际原油期货。更重要的是，如果林静没记错的话，齐光卖房卖车的时间是在战争爆发之前。如果在战争爆发之前，齐光就已经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购买了国际原油期货，那么现在随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的暴涨，齐光必定也会狠狠地赚上一笔。对于自己投资的信息，我并没有遮遮掩掩，而是坦诚相告，我购买原油期货的事件是在战争爆发之前，并且我在购买期货的同时，通过金融机构加了50倍的杠杆。听到我的话，林静真的是彻底震惊了，呆呆地看着我，嫣红的小嘴也不自觉地张开。我不仅敢在战争爆发之前就购买了原油期货，更是艺高人胆大，竟然加了足足50倍杠杆，这样的行为堪称疯狂。而也就是这样疯狂的行为，给我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巨额收益。此时林静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起来，说到加了50倍杠杆，那你的本金有多少？400万。对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的走势，林静也是有所了解，稍微一算就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数字。那你现在的收益岂不是已经超过了1个亿？即便住在蓉城最好的小区，穿着价值几十万的职业套装，林静还是被这个数字震惊了。1个亿虽然被一些企业家笑称只是一个小目标，但那仍旧是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一辈子都不可能。而我仅仅是用了几天的时间，就已经挣到了如此巨额的财富，能够做出这样的投资决策，那得需要怎样的自信和魄力啊！看着自己对面充满了自信的我，林静忽然一阵心神摇荡，仿佛我整个人都在发光。不愧是我林静，这么多年来一直苦苦单相思的男人。林静的脸上露出由衷的笑容，他是发自内心的为我感到高兴，端起身前的红酒杯，冲着我晃了晃，说道：“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齐光祝贺你。”我也欣然端起酒杯，与林静轻轻一碰，真挚的说道谢谢，同时我也感谢你，在我无处可去的时候收留了我。林静摇了摇头，笑着说道：“你别打趣我，现在你可是身家上亿的男人，有这么多钱你哪里去不得？我身家上亿不假，可是这些钱都在期货市场里面，我又不能把钱拿出来花。说真的，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身上真的没钱了，如果不是你收留我，肯定就要露宿街头了。”我半真半假的继续说到：“这一杯酒，借花献佛，敬我的恩公，干杯！”听着我搞怪的话，林静扑哧一笑，说道：“干杯！”随后两人举起高脚杯，将小半杯红酒一饮而尽喝。下半杯红酒之后，林静白皙精致的面庞之上浮起2朵红，匀出一丝微醺的媚态，继续说道：“你已经赚了这么多，打算什么时候清仓把期货卖出去？再等等吧，只要战争不停止，原油的价格就一直有上升的空间。怎么这是看我有地方住，迫不及待的想把我赶出去？”林静赶忙连连摇头，有些急切的说道：“不是这个意思，我说这些话并不是想让你搬走，你安心在我家里住着吧，想住多长时间就住多长时间，就是住一辈子都可以。”说完，林静才发觉自己说的话有歧义，脸色变得更加羞红，把头狠狠低下。看着如此可爱的林静，我哈哈大笑，有一种欺负小动物的快乐，忍不住继续说道：“这可是你说的，你完了，那我可赖上你了。这么好的房子，我可是真的要住上一辈子。”听着我半真半假的话，林静猛然抬起脸庞，眼中亮晶晶的透着异样的光彩，鼓足勇气说道：“一言为定。”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我几乎一直待在林静的家中，关注着国际局势以及原油期货价格的变化。随着战争局势的逐渐明朗，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也逐渐稳定了下来。与答案日记本里面的信息一致，此时国际原油期货的价格已经来到了150美元一桶，在此来回震荡，十分稳定。按照日记本里面的说法，150美元已经是近期原油期货价格的峰值，很快原油期货价格就会迎来拐点，开始稳定下跌。只不过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原因，大部分的投资者无法准确判断原油期货价格的走势，还在疯狂的购进原油期货，而掌握有内部消息的国家队伍大财团则开始一批一批的卖出自己手中囤积的原油期货，一进一出，此消彼长，这就是原油期货价格稳定在150美元上下的原因。看来是时候出手期货，把它们换成真金白银了。看到了如此的形势，我也是立刻决定清空自己账户之中的原油期货，将它们全部卖出。从个人的角度看来，我手原油期货的数量很大，换成现金也是一笔惊人的财富，但是原油期货的体量实在太大，我虽然将自己持有的所有期货一股脑都投入到交易市场之中，但几乎没有激起任何的浪花，就被市场消化掉。随着这些期货全部卖出，我账户之中原油期货持有的数量已经变为了0，而我账户之中的余额则直接变成了10亿2千万。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我的资产已经从一开始卖车卖房的400万，直接变成了10个亿还要多。虽然在真正清仓之前，我已经无数次计算自己可能得到的收益，但是当这些钱真真正正的躺在自己账户之中时，我还是激动万分。用了很长时间，激动的心情才平复了下来。此时我不仅沉浸在获得巨额收益的喜悦之中，更是感叹子孙从未来，寄回日记本的强大。仅仅是一页的内容，就让我狂赚了10个亿，这让我更加的期待日记本后面的内容将给我带来怎样的惊喜。随后，按照一开始将资金运营出去的路径，我在付出了一笔部分手续费之后，通过同样的方法将这一笔巨额资金转回到了自己的账上。看到自己手机短信提示之中这一连串长长的数字，我的心中才是真真正正的踏实了下来。终于尘埃落定，接下来就是享受收益快感的时刻。自己原本的房子暂时是买不回来，并且我也没有打算把它买回来。有了10亿身家，如果要买房子的话，也一定要买豪宅才行。启荣国际这里就很不错，买最少要一个300平米的大平层，没有车子也不方便。原本10几20万的代步车已经入不了我的法眼，再买车的话，最起码也要100万级别的豪车起步。名车是男人永恒的追求。说起名车，许多人第一时间的反应都是兰博基尼、大门帕、加尼、法拉利等等顶级跑车。这些跑车价格极高，动辄数百万，只要在路上出现，就会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堪称泡妞炸街的神器。然而在日常的生活中，马路上看到这些顶级跑的机会是少之又少。一方面，这些顶级的跑车价格太过昂贵，一般人根本就无力购买；另一方面，顶级跑车的底盘太低，对路况的要求极高，对于国内满是减速带的路况根本就不适应。只要这些跑车已超过几十公里的时速，开过一个减速带，恐怕底盘就会立刻被刮得稀烂，返厂维修。并且许久之前，我曾经驾驶过朋友的兰博基尼小牛，与跑车极度拉风的外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驾驶舱之内极度闭塞的空间，一般的家用车都是舒舒服服的，坐在驾驶位感觉到体位不适，还可以调节座椅与靠背。然而想要驾驶兰博基尼小牛，就只能半躺在跑车的驾驶位之中，不仅空间狭窄，
窄，更是毫无舒适性可言。这是顶级跑车为了空气动力学的外形以及对极致动力的追求，而在舒适性方面做出的牺牲。所以我认为日常生活中开这些顶级跑车根本就受不了，简直是在受罪。即便自己现在已经有了10个亿的身价，我也不打算购买这些只是存在于传说之中的跑车。我心仪的汽车品牌名为宾利，作为世界上最顶级的汽车厂商之一，宾利在格调方面丝毫不逊于法拉利、兰博基尼等顶级跑车。而从舒适性方面来说，宾利对这些顶级跑车简直就是无情的碾压。而其中最经典的一款，无疑是宾利欧陆 GT。在获得未来日记本之前，我就一直心仪这款车，而在获得了10亿身价之后，我更是毫不犹豫的选择购买。拿出手机，我在通讯录之中找到一个名为刘胖子，立刻拨打了过去。电话接通，对面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光哥，怎么今天想起来给小弟打电话？什么指示？”声音的主人名为刘策，因为体型肥硕，认识他的人都叫他刘胖子，他也不以为会，这个外号很快就流传了起来。我之所以认识刘胖子，是通过王通的介绍。刘胖子与王通二人从事的都是二手车行业，像代买豪车的这种业务，他们两人也全都能够胜任。之前我与王通吃吃喝喝之时，也经常会把刘胖子带上，所以我与刘胖子之间也很是熟悉。其实刘胖子的年纪比我要带上一些，只不过作为生意人，讲究和气生财，无论对谁，刘胖子都是客客气气。对于年纪比他小上几岁的我，也是张口闭口都叫光哥。刘胖子，你最近还在倒腾车吗？我看上了一款车，你帮我找找吧。作为世界顶级的汽车生产商，宾利在大陆的 4S 店开设的却并不多，只在京城、魔都等几个主要的城市开设，而我所在的荣城并没有宾利官方的4S。想要购买宾利欧陆，就只能亲自去其他的城市，或者找到一个靠谱的买手。电话对面的刘胖子明显迟疑了一下，随后语气仍然热情地说道：“行，既然光哥开口，那就是看得起我。刘胖子一定没问题。”只不过刘胖子顿了顿，在电话的另外一边继续说道：“你跟王通不是铁哥们吗？怎么没有通过？他反而找到了我的头上，这事要是让王通知道，会不会怪罪我呀？”我笑了笑，说到：“王通那种烂人可不是我的哥们，算了，不说他了。晦气刘胖子，我想买一辆宾利欧陆 GT， 你有没有路子？帮我搞一辆最新款的。”听到我的话，刘胖子吃了一惊，哎呦，宾利欧陆 GT 那可是个大家伙，最低配就得300多万，GT 版更是接近500万。光哥最近这是发财了呀！可是前2天我听说你的财务状况出了点问题，现在你又在这跟我买宾利欧陆，是不是着急了点？刘胖子虽然说的委婉，但是我还能够听出其中的言外之意，那就是我听说你破产，宾利欧陆这将近500万的车你买得起吗？别到时候哥们一通忙活，到了提车的时候没钱，那玩笑不是开大了吗？我微微一笑，对于刘胖子的质疑也没有生气，说道：“你是不是从王通那里听到传言，说我破产了？这其实都是王通向外散布着谣言。刘胖子，我也不是闲着没事逗你玩，这样你给我一个银行账号，我给你打50万的定金，你踏踏实实的去帮我联系车。如果最后你把车找来了，我却没有你，那这50万的定金就当做给你的茶水费，怎么样？”刘胖子一听，立刻连连点头：“光哥，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咱们这关系哪用得着定金？只不过既然光哥的话说出口了，这定金不要就显得我不识抬举，让光哥没面子，一会就给您发一个银行账号，您得空把钱转里面就成了。我这就联系宾利，保证给您谈回一辆最新款、最顶配的宾利欧陆 GT。”听到我直接给出50万的定金，刘胖子电话之中的语气顿时又热情了起来。毕竟他是生意人，各种各样的留言听得多了，大部分都是图一乐，我破不破产跟他刘胖子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只要我能够拿出钱来，通过他的手购买宾利欧陆，那么我就是他的客户，他的上帝。电话挂断之后，我当即便向刘胖子发来的银行转去了50万，而我账户的余额只是减去了零头之中的一个零头。有钱人的快乐你真的想象不到。摇头感叹了一会，我穿好衣服准备出门一趟，我的银行卡之中超过10亿的余额，算得上是一笔极其巨大的现金流。我准备给这一笔钱换一个去处。根据无论财富报告，现在全国资产过亿的人数达到了17万。虽然在理论上全国有着17万个亿万富翁，但是这个资产的数额是要加上不动产以及无法套现的股票基金的，所以10亿的流动资金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甚至放眼全国，能够拥有10亿流动资金的个人都寥寥无几，只有体量巨大的上市公司等机构才能够同时拥有10个亿的流动资金。所以10亿听上去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但是加上现金这个概念就变得有些恐怖了。10亿流动资金是任何银行都无法忽视的数字。我并不打算把这10个亿放在自己的银行卡里面，我准备给自己的现金寻找一个妥善的容身之地。拿出手机拨打胡雪的电话，电话接通：“小雪忙着呢吗？还请上班呢？有事吗？我想在你们银行办一张银行卡，现在过去方便吗？”“方便你来吧。”“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办银行卡？可这不是钱太多，银行放不下了吗？”“别扯淡了，快来吧，一会下班了。”挂断电话，我带好了自己的证件，走出了房门。前几天因为我卖房卖车，所有人都认为我已经破产，像瘟神一样躲着我的时候，胡雪却主动联系我，还给我转账了2万块。要知道胡雪的家境并不是很好，甚至可以算得上是窘迫，所以虽然我并不是真正的破产，但是胡雪的这一份心意我一直记在心里。如今有机会，我自然惦记着，想要报答。我打算在胡雪入职的运输银行开设一个账户，将自己这一笔10亿的巨款转到运输银行之中。听说在银行上班的职员都有着拉存款的任务，如果自己将这一笔钱存到运输银行，想必胡雪也能得到不小的好处。胡雪上班的银行网点我曾经去过2次，距离祁隆国际有着一段距离，步行需要耗费很长时间。因为我的车已经卖掉，宾利欧陆一时半会拿不到手，我只能在网络平台之上约了一个。网约车没车是真不方便，看来在宾利到货之前还是得买一辆代步车才行。乘着网约车，我向着胡雪上班的银行网点赶去。与此同时，刚刚接完电话的胡雪站起身来，慵懒地伸了一个懒腰。银行的制服是藏青色的西装衬衫，以及下摆盖住膝盖的半身裙。因为是批量制作的原因，这套衣服穿在大部分人的身上并不是太合身，甚至显得有些土里土气。然而这个情况在胡雪的身上确实不存在。胡雪身材高挺，足足有着1.7米的身高，尤其是一双接近1米长的大长腿，笔直修长，在短裙的衬托之下尤其吸睛。随着胡雪的身姿像是猫一般舒展，完美到了极致的黄金比例身材，也在银行同事的目光之下一闪而过。身旁的男同事无意不偷偷咽下一口口水，女同事则大翻白眼，一边暗暗骂着骚货，一边心中泛酸，嫉妒不已。自己身前的柜台暂时没有空，胡雪将暂停服务的牌，自己则起身进入了银行的内部，准备休息一会。只是当胡雪路过冷柜的时候，忽然惊讶地站在了原地，随后他好看的柳眉一皱，脸上浮现出了几分怒气。冷柜
旁边的垃圾桶里扔着，一个用保鲜膜裹得严严实实的袋子，里面是几小包已经熬制好的中药汤剂，而这些中药汤剂正是胡雪上班之前从旁边的医院药房之中取出，放到冰柜之中冷藏，准备下班带回家的。这是他给自己母亲在医院熬制的汤剂，必须冷藏保存，否则就有可能失效。可是现在这些中药汤剂被人从冷柜之写出来，直接扔到了垃圾桶之中。胡雪赶忙小跑几步，蹲到了垃圾箱的旁边，将自己的中药汤剂拿了出来，手指接触塑料包装，原本冰凉的中药汤剂，此时已经接近了室温，想必这些汤剂已经被人扔出来了不短的时间，意味着这些需要冷藏的中药汤剂很有可能已经失效。胡雪的声音之中满是怒气，是谁干的？谁把我的中药从冰柜里面扔了出来？顿时银行之中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胡雪吸引过来，只不过这些目光大部分都是事不关己的冷漠，以及满是恶意的幸灾乐祸。就在此时，另外一名银行女职工走了过来，不是怒气勃发的胡雪，施释然的从她的身旁走过，打开冰柜，从里面取出一罐咖啡，拿在手中，说道：“我扔的，怎么你有意见？单位的冰柜是让大家公用，你在里面放一包中药，把我的咖啡都弄臭。再说谁知道你的这些破药原理，万一让大家中毒了，你担得起责任吗？所以是我帮你把这些中药扔到了垃圾桶里，还不谢谢我？”胡雪差点气笑了，冷冷说道：“谢谢你，令到我谢谢你全家。这是我给我妈在医院买的中药，都需要低温冷藏的，被你扔到外面，全部都失效。再说了，这些中药汤剂我都用保鲜膜缠了好几层，一点味道都没有。”这个名叫丽奈的女职员涂肿红到夸张的嘴唇，美瞳眼影眼线都画了，原本朴素的银行制服竟然强行被她穿出了一股妖艳味道。如果再加上 KTV 闪动的霓虹灯，那就更对味。只见丽娜不屑的一笑，打开咖啡，一边喝着一边说道：“你的药失效，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有味道就是有味道，以后别让我再看到你在冰柜里放药剂，否则我看见一次就给你扔一次。”看到丽娜的这一副有恃无恐做派，胡雪简直要气炸。胡雪的收入本来就不高，除了自己的花香，还要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经济压力很大。被扔掉的这些中药价值近2000元，被扔出冰柜，已经全部失效。想要让自己的母亲吃药，就只能花钱重新到医院买药。煎药只是为了支援奇光，胡雪已经把自己仅有的2万元存款都给了他。如今胡雪甚至连重新买药的钱都拿不出来，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丽娜却是一副毫不认错的模样，甚至得意洋洋，眼神之中透露出挑衅的神色，这让胡雪又生气又心疼。快走几步，抓住丽娜的胳膊，高声说道：“不行，你不能走，把我的药扔到垃圾桶里，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胡雪虽然身材苗条，看上去很瘦，但是因为经常做家务的关系，力气并不小。丽娜甩了2下胳膊，没有挣脱开，也尖叫了起来：“胡雪，你干什么？你疯了吗？快放开我！”场面顿时乱成一团，两人穿着的制服也被撕扯得一团糟，头发散乱，狼狈不堪。撕扯之下，丽娜竟然拿着自己的咖啡，毫不留情地泼向了胡雪。霎时间，冰凉的咖啡泼了胡雪一头，而咖啡的污渍也沾染了胡雪制服的衬衫，被冰咖啡当头泼下。胡雪直接愣在了原地，自己的药被无端扔掉，导致失效。他心中委屈，只是想要个说法，哪怕丽奈给他道一个钱，胡雪都能接受，毕竟药剂已经失效了，再说些什么也都是徒劳。可胡雪没想到，作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丽娜竟然如此刁蛮嚣张，不仅没有丝毫道歉的意思，现在更是一杯咖啡直接泼到了他的脸上。胡雪心中气急，扬起手掌便想要打向丽娜的。就在这时，一道声音猛然响起：“住手！你们2个在干什么？上班时间在这里拉拉扯扯，太不像话！”不知道什么时候，行长李青已经出现在了房间之中，眉头紧皱，脸上有着暮色。同一个分行的员工，竟然工作时间在银行里面打了起来，如果传出去，岂不是要被同行耻笑半年？李青大步走了上来，对着2人冷声说道：“都放开！”胡雪默默地放开了自己的手掌，从兜里拿出纸巾，开始在自己身上擦拭了起来。只是咖啡的颜色太重，那些飞溅到衬衫上的咖啡不仅擦不掉，反而变成了一道又一道的污垢，看上去极为狼狈。反观丽娜，在行长李青出现之后，身上原本盛气凌人的气势一扫而空，顿时变得楚楚可怜，凑到李青身旁撒娇说道：“行长，他欺负我，你看我这里都被他抓红了。”说着，丽娜举起自己刚刚被胡雪抓住的手腕，就往李沁的身上蹭，半个身子几乎都要迎泡在李沁的身上，柔软的部分更是毫不避讳的贴住，感受着来自丽娜柔软的压迫。李沁心中一荡，只不过全银行的员工目光都注视着这里。李沁咳嗽2声，推开丽娜，对着胡雪冷冷说：“怎么回事？我一出来就看见你要打丽娜，都是同事，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都不想干了是不是？”丽娜与胡雪不对付其实由来已久，胡雪是靠正正经经的考试进入银行工作，而丽娜则是因为家中有亲戚在银行开，存了2000万的存款，换得了这个工作岗位。两人的家庭、学历以及价值本来就大相径庭，互相之间看对方不顺眼，平时也没少发生口角，直到今天竟是直接演化成了冲突，险些动手。胡雪浑身上下黏糊糊的，极为难受，感受到其他人注视的目光，心中也十分委屈，眼圈早已经红了。只不过他不想在同事面前展露出软弱的一面，只是倔强的说道：“丽娜无端端把我的药扔到了垃圾桶里，是她先找事的。”丽娜则立刻撒娇说道：“我没有，谁知道那一团臭烘烘的东西是什么？我以为是有人故意放在里面恶心人。刚刚胡雪动手打我，你们都看见了，我不管，我要报警，让警察把他抓起来，让他把这身制服脱了，把他开除出银行。的理不饶人，不得理不饶人，说的就是丽娜这种，先是挑衅胡雪，现在又颠倒黑白报警的话，派出所一旦揭开，事情就不好收场了。作为刑长，李沁虽然知道是丽内挑衅在先，胡雪也没有真的打倒他，但是为了息事宁人，李沁还是对着2人说道：“都是同事，这点小事有什么值得报警的？这样我做主，胡雪你给丽娜道个歉，承诺以后不会把药放到冰柜，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听着李沁和西米的话，胡雪不可思议的睁大了双眼。这件事本来就是丽娜理亏，是她挑衅在先，不仅把胡雪的药弄得全部失效，更是泼了她一身的咖啡。结果最后行长居然让胡雪给丽娜道歉，胡雪当场就气笑了。如此颠倒黑白拉片假，让胡雪心中气急，他当场就想要逃走。这银行不是你们这对狗男女狼狈为奸吗？我不干了行不行？只不过这样的话，胡雪也就只是敢想一想。这份工作的工资虽然不是很高，但他很需要这份收入来养家，毕竟自己母亲生病在家，如果真的丢了工作，胡雪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所以明知道丽娜是在欺负自己，也明知道李沁是在拉偏架，胡雪却是不能发火，深深吸了一口气。胡雪一双眼睛渲染欲气，声音微微颤抖，哽咽说道：“对不起。”说完，胡雪捡起地上已经失效了的药剂，走回了自己的工位。他的身后，丽娜竟然还是一副不满意的样子，对着胡雪的背影大声说道：“你什么态度？这是在道歉吗？不行，我咽不下这口气，我这就报警。”李沁赶忙说道：“算了。”
丽娜别闹。说完，在众人看不见的角度，李沁偷偷伸出手掌，在丽娜的腰间捏了一把，低声说道：“今天这事可是你理亏，我这样拉偏架很为难的，今天晚上你可得好好补偿我一下。”丽娜轻轻娇哼了一声，给了李沁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低声笑道：“死鬼，一会微信聊。”看着丽娜扭着屁股也回到了自己的工位之上，李沁的心中简直有一团火，恨不得立刻下班，享受这个小妖精的报答。胡雪回到工位之上，再也忍受不住心中的委屈，直接趴在柜台之上，无声的哭了起来，将脸埋在双臂之间的胡雪心中愈发委屈，无论如何眼泪就是止不住。他入职运输银行已经有3年的时间，从小丧父，母亲又生病了，家中没有任何的关系背景，全凭自己的努力和优秀考上了这一份工作。只是他刚刚参加工作，就被李沁各种暗示，想要来一些职场钱，以他的身体换升迁换业绩。胡雪毫不犹豫的便拒绝，以他的外形条件，只要他想，什么样的老板找不到，何必来银行当一个小小的职员？被接连几次拒绝的李沁恼羞成怒，开始在工作上处处针对胡雪。胡雪作为一个毫无背景关系的职员，自然被整得苦不堪言。直到现在，他们愈发的火，竟然把胡雪放在冷柜之中的药剂直接扔到垃圾桶，那可是他母亲治病的药。胡雪想要反抗，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却将他包围，除了哭泣，他毫无办法。就在这时，胡雪的耳边忽然响起了一道声音：“胡雪，你这是怎么了？”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胡雪赶忙胡乱抹了抹脸，抬起头来，我正眉头微皱，站在他柜台的前方，看到对面的我，胡雪忽然心中一慌，下意识的想要遮挡住衬衫上面的污渍，慌乱的说道：“没什么，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只是胡雪衬衫上面的污渍实在太多，仅靠他纤细雪白的胳膊根本遮挡不住。我皱起了眉头，问道：“怎么哭了？谁欺负你？”其实我来了已经有一会时间了，对于刚刚在银行内部发生的冲突也听到了一点，却没想到冲突的主角之一竟然就是胡雪。看着眉头皱起，脸上已经隐隐显现出暮色的我，胡雪不想给我惹麻烦，便抹了抹脸上的泪痕，强行挤出笑容说道：“没事，刚才在里面磕了一下，你不是想办一张新的银行卡吗？把你证件给我，一会就下班了。”看胡雪不想多说，我也没有继续逼问，坐在了柜台前面，将自己的证件递给胡雪。不过我确实已经打定了主意，一会离开银行之后，一定要将此事问个清楚。胡雪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那么现在胡雪受到了欺负，我也一定会替胡雪说。创办银行卡的流程并不复杂，胡雪一边熟练的操作，一边岔开话题，说道：“我记得你们公司的工资卡是国行的吧？怎么想起来在我们银行开一张卡？你是不是想要贷款？如果想要贷款的话，我去跟行长申请个，尽量给你提升信贷额度。”虽然刚刚被行长和丽娜联手欺负，但是此时为了帮助胡雪，还是毫不犹豫，如果需要的话，立刻就会去找到行长申请。不过我却摇了摇头，说道：“我电话里不是跟你说过，我的钱太多，那个银行放不下，所以换的地方。”胡雪只当我是在逗他开心，脸上露出一个微笑，说道：“你啊，就没个正形，就不能正经一点吗？”我见到胡雪不信，没有再继续辩解，而是掏出手机打开余额的界面，在胡雪的眼前晃了晃。我骗你干嘛？你又不是漂亮小妞，骗你没意思。虽然我开头嘲笑他，但是胡雪此时已经没有任何的反应，他呆呆的看着我手机屏幕上的数字，嘴中低声喃喃自语，居然是10位数。胡雪不可思议的抬头看着我，震撼说道：“10个亿，你这图是 P 的吧？”我笑着摇了摇头，将手机递给胡雪，说道：“自己看。”胡雪接过手机，纤细白嫩的手指在屏幕之上滑动，手机上的界面是震惊的国行案。作为银行从业人员的胡雪知道，这肯定不是假冒的网站，也就是说，启光的个人银行卡之中有着10个亿的存款。